大家好，我是许悠贤。中国是一个跟赌博很有渊源的国家，喜欢赌博的朋友很多。小赌乃是我们从古至今的一个重要的娱乐项目，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赌博高手就直接渲染成大侠，可见我们对赌博的喜爱。赌博为什么吸引人？就是那种压大钱，心悬在半空时对结果的期待和忐忑，然后赢了的那一瞬间喜悦的刺激感觉，平常生活体会不到。可能我们亚洲人更喜欢心理上冒险的刺激，而西方人则更喜欢身体上冒险的刺激，而且这种感觉会逐渐淡化。想持续体会这种刺激感，就会越赌越大。但问题就是玩家的胜率永远低于庄家，不管短期的运气有多好，只要长期的赌下去就一定输。而且赌博江湖水很深，局很多，在地下的赌场里，你可能玩得正嗨呢，但其实正在被人出老千。所以赌博这个娱乐虽然很过瘾，但赌多了最后一定是悲剧。人们对它的热衷就好比明明知道抽烟不好，但是还一直抽一样。我们人其实就是这么不理智的动物。虽然赌博长期肯定输，德州扑克也是赌博的一项，但是德州扑克跟传统的赌博完全不同。因为传统的赌博都是先压注再看牌，而德州扑克是先看完牌之后再选择压注。德州扑克是玩家们之间的挑战，传统赌博则是玩家挑战赌场这个庄家。赌场能让玩家得到便宜吗？不可能。但是在德州扑克里，赌场不管你谁赢，反正我在旁边抽水就好，所以玩家和赌场之间没有冲突。2003年以来，媒体一直炒作德州扑克，让一大批玩家研究这个游戏，试图在牌桌上捞一笔。而且这个游戏给人的感觉就是上手不难，谁都可以赢。这个游戏的技术就在于投机的存在，在有未知信息的情况下，谁能把对方看透，谁就能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游戏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职业。这里说的职业玩家不算那些有赞助商发工资的，他们属于少众的幸运儿。本期只说纯粹的盈利扑克玩家。先看一下扑克的本质，它是一个零和游戏，说明有人赢多少钱就对应有人输多少钱，有点像股票市场。假如说赢钱的人和输钱的人各占一半，在赢的一半人中，前 20% 的人又可以赢后面 30% 的人。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扑克玩家里，只有大约前 20% 的人能长期盈利。这还没完，玩家玩的过程中，赌场就在一边捞水钱。一般美国洛杉矶赌场每手牌都抽5到9美元的水，就像手续费一样。各个地域的情况不同，抽水有高有低，总之这个抽水积累起来非常多。一个中端局的专业玩家赚的钱到最后跟交出去的水差不多，也就是说要是没有水钱的话，他们的盈利差不多多1倍。而且赌场就是一个消费的地方，大家玩牌都要喝点酒水，吃个饭，按个摩，买点零食这些都是额外的开销。再有就是规矩来讲，每一手牌赢的那方都要给发牌员小费，这是一个业内的规矩。在扑克牌桌上收底池不给小费，就像去饭店吃饭不给小费一样。综合这些开销之后，大约也只有 10% 的扑克玩家能真正的长期盈利。这么一看，是不是也不容易啊？职业玩家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他们要一直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个非常关键。扑克虽然是靠技术的游戏，但是它也是赌博，所以会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费尽心思打了一手完美的战术，结果还是输光。这种过程和结果形成的反差在扑克界里每天都发生，要是没有良好的情绪控制，技术再好也没有用。比如说你抛硬币，本来出正和反是各一半的可能性，但是它可能连续10几次都出正面。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扑克玩家都会遇到下风期，即使玩的没有任何毛病，也能连续1个礼拜天天输。每个扑克玩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这种下风期 N 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能一直打扑克的人都是对这个游戏有真爱，才能一直承受他的精神虐待，就像一个不健康的婚姻一样。玩家的困难不光在游戏本身，还有一个重要的外界因素。虽然我之前说过扑克和其他的赌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很多玩家却不能把扑克和赌博划清界限。传统赌博游戏带来精神上的刺激，对某些人来说就像嗑药一样，没事就想吃几粒。对一个赌博上瘾的人来说，
扑克牌桌旁边的百家乐就是一个撵不走的诱惑，很多扑克玩家挣了一些钱就会手痒去赌几把。赌场把百家乐这类赌桌布局在大门的附近，就是想让大家回家前再赌2把。以前我有个实力不错的朋友在赌场里玩10、20无限局，他就非常喜欢玩百家乐，跟我说他玩这些游戏其实也是对德州扑克的一种锻炼，说可以在赌博的时候压大注来锻炼自己的小心脏，这样玩德州扑克的时候诈唬和抓鸡就不害怕了。当时我一听这哥们儿的理论好像也有点道理，结果过一阵子他的资产就凉了。这里再讲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 Phil Ivey， 他一直是公认的世界第一，但是他的毒瘾也很大，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双骰子。他以前经常游走巨额贵宾房玩骰子，也曾夸下海口说如果人生没有骰子就太简单了。但是他这个爱好跟职业是水火不容的，他总是在研究怎么赌，所以在2012年结识了一位中国美女，学了一项玩百家乐的技巧，叫 edge sorting 边缘排序，基本上就是靠观察牌的背面印刷的不合格来预测牌的正面是大牌还是小牌。这个方法果然很好用，他马上就赢了将近1000万美元。但是赌场能让他这么蹂躏吗？波哥大赌场之后起诉 Phil Ivey 用非正规的玩法在他们的百家乐牌桌上赢钱， Ivey 也请了律师辩护，打了6年多的官司，最后 Ivey 还是败诉了。法庭判决 Ivey 赔偿1000万美元。经历了离婚和 Foothills Poker 被收购，现在的 Ivey 经济状况已经不如以前了。从2021年最新的高额扑克这个节目就可以看到 Ivey 的状态。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有多高的天赋，如果不把扑克和赌博分开，在这一行一定积累不了财富。最后一个困难就是扑克这个游戏总有战术创新，理论和战术每过几年就会标新立异，很多人长时间亏损就退出了，那圈内剩下的人之间的竞争就愈演愈烈。老玩家也不能因为牌龄高就搭顺风车一直吃老本，他们也要在战术上一直钻研和学习，要不然就会被其他玩家淘汰。扑克的技术不像上学那样学完就完了，这个游戏的战术总是在变化，所以玩家们想保持盈利，就要一直花时间在牌桌外学习。总体来说，在盈利的玩家群体里，真正的收入有高有低，而且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嗜好也不一样。年收入比普通工程师高的职业玩家并不多，必须经济上非常自律，而且实力也不错才行。性格上也要合适，每天都要动脑筋反复做同一件事，很枯燥。有些扑克玩家甚至用药物来提高自己状态。扑克要是个体育项目，这帮人早就被禁赛了。据我观察，在当代能年薪达到10万美元的职业玩家应该是前1%的水平。我感觉对热爱扑克的小伙伴来说，玩扑克赚到一桶金之后，拿这笔钱用来投资或者付房子首付还是蛮有意义的。挣了一笔钱之后，把扑克当成一个业余爱好更适合大众。总之，扑克确确实实可以成为职业，但是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实在是太难了。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具备相应的天赋和热情。好了，这期就到这儿，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